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露思白鹿续约危机，背后操作与娱乐圈潜规则揭秘。快说实话，你觉得赵露思和白鹿之间的差别是什么？一场直播事件后，娱乐圈的舆论再次进入了真真假假、真假真的怪圈。赵露思在直播间流下眼泪的那一刻，我能感觉到她心里到底有多少的不甘。你能想象吗？原本在平台上高歌猛进的女星，突然发现自己被降温套餐秒包围，而这一切都是无形中被商业规则推向了深渊。降温套餐，咱们聊到这就得仔细看了。业内暗戳戳透露，赵露思和白鹿几乎都曾被银河酷于亲情对待，广告代言骤减，拍戏进度一再拖延，甚至解约条款模糊到让人想笑。而这些操作的目的，表面上是培养艺人，但实际上却带着浓重的商业意图。当你看到艺人的资源和曝光在几个月内断崖式下滑，你能不心里想，这算不算一种商业暗黑操作？可问题来了，不仅是赵露思，白鹿似乎也掉进了这个漩涡。捆绑式管理简直是一个隐形的绞杀圈。他的社交媒体热搜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凭借作品和个人魅力推动，而是靠公司操作的结果。我们看到的微博热搜背后有多少是公司团队的买入，而非他本人的努力？再看看长月烬明播出后的那个景象，白鹿的个人词条一夜掉下谷底，同剧的配角却挂3天，敢不敢说这不是行业规则对他的冷处理呢？说起赵露思的眼泪，大家并不陌生。在她哭的那一刻，她或许正在为那个曾经光芒万丈的自己而感伤，也许是因公司的无情降温，更可能是对这个娱乐圈背后的商业游戏感到彻底的无力。你知道吗？这些降温套餐的设计原本是为了让艺人重新找回脚步，可从这些细节来看，它其实更像一种利用与淘汰的游戏。广告代言少了，拍戏进度慢了，你一个配角可以让前方的明星先走，直到你消失在观众的视野中，活生生地把流量从你身上抽离。当然了，娱乐圈的游戏规则远不是仅仅是单打独斗的竞技场。杨紫、赵丽颖他们早早就为自己打了独立牌，他们不再依赖公司的宣传力量，而是选择将个人资源外包给独立团队。这种策略的好处简直是自带话语权，可以摆脱被动宣传的困境，保证自己在娱乐圈的资源和曝光不受制于任何人。想想看，如果白鹿能早点做出这个决定，早早就掌握了自己的宣传命脉，今天的他是不是就不会那么迷茫了？可是事实就是这样，身为艺人，如何在娱乐圈中找到自己的话语权？这不仅仅是流量和曝光的问题，背后牵扯到的是一个复杂的资本与资源博弈。有时候，即便你再努力、再用心，面对整个行业的资源绑架，可能也只能微弱的反抗。你问我，娱乐圈里最真实的味道是什么？就是光鲜的背后，往往藏着巨大的商业压力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白鹿现在的处境真是尴尬极了。她面临2条路，一条是继续和公司捆绑，享受资源和平台，但一旦那束光束暗了，她便只能成为公司合作的一部分；另一条是自力更生，成为像杨紫一样的独立流量担当，但这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和成本。这种选择，哪怕做了无数次梦，也不是一个容易决定的方向。看吧，娱乐圈的游戏就像一场温和的战斗，背后没有硝烟的枪火，却处处有刀光剑影。对于赵露思来说，她的眼泪或许更多的是对这个游戏规则的不满和无奈，而白鹿若是再不学会控制自己的资源，或许就会成为下一个娱乐圈的流量消失剂。所以，朋友们，放眼娱乐圈，
我们大概也只能学会面对这场充满规则和套路的营销之战。顺带一提，看看这些明明才艺出众的艺人们，竟然都得面对这么一个难以摆脱的困境。不过也别太伤感，娱乐圈虽冷，但总有那些从低谷站起来的案例，不是吗？就像那些一度被打压的艺人，他们反而凭借着自身的努力打破了这层隐形天花板。要说娱乐圈这条路可并非一条直线，跌倒了还能再站起来。2. 面貌大变。回顾26岁赵露思与30岁白鹿，才领悟两人不同之处。27号，赵露思的综艺《小小的勇气》首集上线，果然又上了热搜。这回大家可没说他买热搜，而是纷纷建议他直接退圈。赵露思刚出道的时候，凭借着甜美的外形和过人的演技，迅速吸引了观众的目光。接着，她在几部热播剧中表现出色，积累了不少粉丝和人气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热度似乎逐渐下降，尤其是在一些综艺节目中，她的表现遭到批评。如今，她的处境就成了讨论的焦点，让人感慨她一路走来的起起伏伏。她是95花中发展最顺利的一个。2016年，她加入《火星情报局》第2季，从此走进了大家的视野。2017年参演《凤求凰》，正式迈入演艺圈。2020年，她凭借传闻中的陈芊芊成功走红，之后参与了《长歌行》《且试天下》《星汉灿烂》《乐声沧海》等剧。到了2023年，电视剧《偷偷藏不住》上线，创下了优酷热度最快破万的现偶剧纪录。这一路走来，没少让人羡慕。可能就因为走得太顺，她的心理素质不太好。人家如果说她胖，她就拼命减到80斤；有人觉得她化妆不够好看，她立马就去学化妆。过于在乎他人的看法，可真是明星的大忌啊！谁都不能做到让每个人都喜欢，咱又不是人民币。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做好自己，记得这只是份工作而已。内耗过多确实会让人身体出现问题，这次节目中也明显看出他的病还没恢复。有些人可能会问，病没好为啥还要参录综艺呢？我觉得这也是无奈之举。他在节目中提到，我现在没法拍戏，没戏可拍，自然就没热度，没热度就容易被淘汰。现在他只能通过参加综艺来维持自己的热度，哪怕是零片酬也得上，不然等他真正好起来时，内娱可能就没他的位置了。回头看看，他真的是一步步把自己推到了绝境。目前的他处在一个挺尴尬的位置，节目里脸色泛白，看上去特别脆弱，这应该就是他的真实写照吧。才20多岁就已经掉入人生的谷底，曾经的一手好牌如今打得稀烂。白鹿与他同年踏入演艺圈，但白鹿的星途要艰辛许多。18岁那年，白鹿参加了韩国的练习生选拔，可惜被淘汰了。虽然他很沮丧，但没有气馁，反而选择一边读大专一边寻找其他机会，哪怕是小角色他都不会放过。19岁时，白鹿开始当淘宝模特。他回忆起那段时间，真的是累得不行，每一件衣服都拍好几十张照片，最后再挑出几张合适的。冬天拍春装的时候，他冷得直打哆嗦，结果还得了关节炎。不过就算这样，他也没选择放弃。在淘宝上，他积累了不少粉丝，后来认识了导演猫的树，开始接拍微电影。2016年，猫的树被于正签约，白鹿也顺利通过他的推荐，在同一年加入了于正的团队。可以说，白鹿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机遇，顺利迈向了更大的舞台。2018年，白鹿在《凤求凰》中出演了女二，但可惜这部剧最后没能成功，她也因此没有大火。后来，她尝试剪短发，得到了演《烈火军校》女主的机会，尽管如此，还是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。
2020年周生如故开始拍摄，原定的女主角是谭松韵，但由于档期冲突，导演就不得不重新找人。白鹿通过一场动人的哭戏打动了导演，最终获得了饰演崔时怡的机会。正是凭借这部剧，白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白鹿几乎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拍戏上，她对自己的目标非常清晰，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这方面白鹿可真是要比赵露思强多了。同一年踏入娱乐圈的两个人，难免会被大家放在一起比较。刚开始，赵露思的人气真的很不错，看看她以前的照片，阳光灿烂，充满朝气，是个甜甜可爱的姑娘。如今再一瞧，她脸上的愁苦真是明显，这也难怪观众不想关注她，谁还愿意在综艺里听她诉苦呢？相比之下，白鹿简直就是越努力越幸运的典范。这些年，她接连拍了《宁安如梦》《长月烬明》《以爱为营》《白月繁星》《北上》等剧，成了那种人带剧火的明星。出道以来，白鹿始终都是那个为梦想而不懈奋斗的女孩，不奇怪她能从淘宝模特一路走到一线女星的位置。两人因为性格的差异，境遇也各有不同，这让他们变得愈加独特。真心希望赵露思能好好调整一下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，理清人生的方向。她们都是不错的女孩，期待未来的星途能够顺风顺水。